这个角度大部分是偷拍的。这臭小子太变态了。他妈妈说，他的相机就是他宝贝，连睡觉都要放在枕边。谁能想到他用相机拍出这么变态的照片，简直是人前人后两张皮啊！那你看，这受害者不止一个，找到这些受害人，询问一下情况。好。我想着，当初只是拍我几张照片而已，说出来也没有用，反而还会被同学们议论着。我当时要是有敢一点报警，揭开钱小帅的真面目，他就不会越来越嚣张，做出那么可怕的事情，马思思也不会死。钱小帅作案是有选择性的。他会选择那种性格内向的女生进行作案，但这种女生呢，一般被胁迫拍照后不会选择报警，这就致使钱小帅犯罪动机越演越烈，从一开始胁迫拍照到后来的强奸，还有杀人呢。储存卡的内容已经被林涛调出来了。我也刚刚知道。马思思呢，非常符合钱小帅的受害者选择。在钱小帅的眼里，马思思是一个天然的好得手的对象。从小没有父母照顾，自卑、胆小、懦弱，对感情还有美好的向往。他这样的性格是谁造成的？自己明明就有个母亲住在隔壁市，生了他却不养他。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母亲都有，其实不对，母爱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母亲对孩子的爱，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真挚的爱，无论是生是死。母爱应该一直都存在。如果马思思没有得到这样的爱，那只能说明一点：陈美娟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当母亲，更不配得到马思思的爱。这线怎么还在你这儿？不是说好要交给马思思妈妈吗？她不配。你这么做是违规的。只可惜马思思永远也不会成年，不会长大了。我们还是找个机会把这些信交给她妈妈吧。如果这个是马思思生前的遗愿，能帮她完成的也只有我们了。我知道陈美娟配不上马思思这样的女儿，但我还是想帮一下马思思。好，我把这些信交给你，你去处理吧。但处理结果不用跟我说，我也得提醒你一句：你把这些信交给他，他可能连看都不看，直接给扔。也是。这些信呢也算是物证，我去复印一份，空了寄给他妈妈，也算是了了马思思生前的愿望。李队，你看，这张照片应该是在案发当天5点50分在地铁里拍摄的。地铁站距离工厂大约2公里左右，一个成年人的步速如果按照每小时5公里计算，倒着推，他最晚应该是5点20分左右离开的工厂。再加上钱小帅进入地铁站之后，需要花时间选择偷拍对象，所以他说他5点钟左右离开工厂应该是事实。可是法医部门给出的死亡时间是7点钟左右，就算算上前后1小时左右的误差，他也没时间作案啊。你说会不会是法医那边给出的结论错了？我看这个死亡时间报告不是钱明出的，是安然出的，会不会是安然给出的结果有问题？这个死亡时间往前推1、2个小时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是钱小帅杀的。不对啊，杀人后抛尸，怎么可能带着去地铁站？谁大白天的抛尸啊？很有可能就是晚上跑的，再找个帮手什么的。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我看呐，就是这个死亡时间出错了。这么重要的报告怎么不是秦明出的呢？喂，李队。好，知道了。我去找一下李队，他那边有点情况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回来再跟你细说。
安法医做检测的时候，我也在场。尸体的死亡时间推算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指标判断的结果。他的工作符合所有的流程，报告做的也专业仔细。你们现在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来质疑我的同事，这是我不能接受的。但也不能排除这个死亡时间出误差的这个情况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因为1、2个小时就把真凶给放了呀。尸体发现的越早，利用早期尸体来推算出来的死亡时间也就越为准确。虽然个体存在差异，但就这个案子而言，无论是现场环境还是尸体条件，都趋于中间值。结合多种尸体现象来推算出来的死亡时间，我认为不会有这么大的误差。但如果你们依然保有质疑的话，那我可以用其他方式再推算一次。秦明，这不是说……我支持再用别的方式推算一次。好，我会用死者的末次进餐时间再来推算一次。但如果结果依然支持安然的结论，那我希望你们以后可以不要以自立来看人。石玉表姐，秦明在干嘛？那个，他在重新做尸体死亡时间的检验报告吗？是这样的，刑警那边呢，有人质疑之前的那份死亡时间的报告，秦明想重新做一份。石表姐，你别太在意啊，他们就是急着破案，所以才会质疑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对你绝对是深信不疑。我没事儿。其实我不介意别人怎么看我，我就是对自己有点失望。如果我能更强大就好了。哎，那你千万别这样啊！齐明可是很相信你的。真的？当然了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他当着所有人面怎么说，那个气场。震慑所有人！你们敢这样质疑我同事的专业，我不同意。如果重检之后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安然的结论，那就请在座的每一位，不要再用你们的资历看人了。我能想象到他说话的语气。等一下。喂。好。秦明的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果然都很一致。但怎么了？干嘛叹气？但从死亡时间上来看，凶手并不是钱小帅，他的确是强奸完马思思之后就走了，凶手另有其人。好了，不聊了，我继续审问那个臭小子。辛苦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是告诉你，信已经转交给马思思的妈妈了。我听说她收到信，不用告诉我她什么反应，没有意义。我们的工作也在这结束了，走吧，你也该好好休息。干嘛？放开我！这算证据确凿了吧？即使没有这个，我也会承认，我强奸了她，她不同意，我就打她。你就这么践踏了一个小女孩的感情？可是我没有杀她，我真的没有杀她。你的确是个人渣，但如果你真没杀人，我们也绝对不会冤枉你。
会是他！快快快！哎，快！你说一下子，好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说一下吧。哎，妹妹，你是王涵吧？这帮人干嘛呢？那是帮记者啊，围着他问内幕呢。什么内幕？你不知道，王涵的好朋友。别碰我！你不让我。啊？居然还查到王涵男朋友秦小帅的头上。我不知道。死得特别惨。死前还碰那个什么。啊？不过这个秦小帅吧，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他也不是第一次干这样的事儿了。我们班好多女生都被叫去问话了，搞得现在学校人员满天飞。闺女，你听爸爸说啊，你们现在这些孩子都早熟，像这样的新闻特别多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别让爸爸担心，好吧？哎呀，爸，我没事的。那，这不就是您给我的平安符吗？放心吧。乖，去上学吧，啊。拜。嗯。你有没有看？说一下。明白了，好。快开枪！快开枪！哼，这个钱小帅啊，也就一个绣花枕头，平时装的淡定的一撇。你看，我们把那个证据往桌上一放，马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全部都着了，顺带把王涵包庇他的事也全部都撂了。上次演的那是问心无愧，这一次演的那叫追悔莫及。看来秦明跟他说的话起了作用，激起了他残存的愧疚心。这种人会愧疚，有愧疚心总比没有愧疚心强啊。但就现在看来啊，我倒是觉得这个王涵他身上疑点重重。你想啊，他是最后一个见马思思的人，而且跟马思思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杀人时间、杀人动机都有了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马思思和钱小帅的事儿，他误以为马思思勾引的钱小帅。可我总觉得这王涵的杀人动机不够强烈。那可说不准，激情杀人很有可能。我们以前啊，一直以为王涵撒谎是为了包庇钱小帅，我们换个思维想一想，他有没有可能是在为自己打掩护？不纠结了，把他请过来，了解一下就清楚了。好，哎，安然，要不要一起去吃午饭？我不去了，我今天爸妈给我带饭了。那我去。哎，以队，哎，我吃午饭去了啊。哎，啊，你怎么不吃午饭啊？我还想叫你一起吃饭去。咱俩一块儿吃呗，反正你也喜欢吃我爸妈做的饭。好吧。哎，我问你啊，马思思那案子进展怎么样？我们怀疑一个叫王涵的女生，老赵正审着她呢。女生？可是根据现场的指甲组织样本，确认凶手是男性啊。指甲组织样本并不一定就是凶手啊。这个王涵啊，可疑性非常大，他出现的时间跟离开的时间太可疑了。应该不是他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啊？芦苇丛的痕迹比较多。今天早上我和秦明才汇总完，我和秦明呢，根据现场的痕迹还原了现场，就有了一组脚印分析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有新的进展，一会儿汇总给你们听一下。好。接着说，你和马思思吵完架之后，他走了，你一个人留在工厂里干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干，我们刚吵完架，我还生他气，所以不想跟他一起走。你一个人在工厂里留了多长时间？只待了一会儿，因为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工厂里面黑漆漆的，我渐渐听不到马思思的脚步声，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我很害怕，就立刻追出去了。追出去的时候看见马思思了吗？没有。工厂和大马路的距离很长，你跟我说你在工厂里没有待多久，你追出去的时候怎么能没看见马思思呢？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但因为那个地方天黑了之后阴森森的，特别瘆人，我以为马思思已经走了，我也没多想，就赶紧跑到马路上去了。你是跑着走的？然后还没看见马思思？没有。
芦苇地上的脚印，我们根据马思思的脚印分布地点，排除了一切无用的脚印，只剩下了这2组。这一组是在工厂的东北方向，距离工厂100米，目前可以断定是马思思跟钱小帅在拍照的时候留下的鞋印。第2组是在厂房西北角方向，距离厂房30米，目前可以推断出是嫌疑人跟马思思的脚印。根据鞋印的痕迹，还有周边环境以及死者的鞋印做对比，可以看出是同一时间留下的鞋印，因为鞋印有相互重叠和覆盖的部分。这也就说明，绝不可能先后到达了现场，否则脚印就不会相互覆盖。没错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脚印的鞋码是42码，根据立体足迹形态，可以推断出凶手应该是一个身高170厘米左右、体重140斤左右的男性。假设王涵说的话是真的，没有撒谎，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我再补充一点，根据足迹库查询结果，凶手呢穿着劳保鞋，这个很普遍，在任何一家劳保用品商店都可以买得到。所以我们的结论是，凶手很有可能在工厂从事体力劳动。从死者的指甲生物检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方向。我们现在也只能说，这个人的嫌疑非常的大。王涵与死者的身高体重相对接近，王涵想要掐死死者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至少他的身上应该会留下搏斗痕迹。另外呢，尸检结果也显示，并没有致晕的颅脑损伤，毒物检测部门呢也没有发现可以导致昏迷或者死亡的药物。但我还是觉得这个王涵的证词很可疑。要按照他说的，他跟马思思离开就没一会儿，那下个楼的功夫人就没了。我们做了现场还原。开始。环环穿着马思思的同款鞋往下跑，因为当时马思思的情绪比较激动，所以我们推测她是用跑的。当我们听不太到明显环环脚步声的时候，她已经距离工厂是30米之外的地方。以王涵的身高来算的话，他下楼的时间应该是30秒左右。所以凶手要在30秒以内，将马思思从距离工厂30米的路上拖进芦苇丛。时间够吗？我们做了实验，时间绰绰有余。开始。停。时间绰绰有余，20秒左右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假设王涵说的是真话，那凶手就要在这短短的时间差之内完成犯罪。所以就是说，凶手潜伏在芦苇丛中，找时机下手，随身带着作案工具，那就是有预谋的作案。他不是陌生人作案，也不是无差别作案。有预谋的，这得是跟马思思有多大的仇啊？如果不是跟马思思有仇呢？是跟他家人有仇呢？秦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找线索。不是，这些线索我们已经反复检测过了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用不同角度看待这些物证，用不同方式串联证据，也许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。我有一种感觉，一定是有什么我们没想到的。安然，你现在怎么总跟秦明一样老发呆呀？我总觉得吧，我们好像漏掉了点什么。漏掉什么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这说不上来，就是一种感觉吧。第六感。我看着马思思的照片，我总觉得他想告诉我们点什么。
不行，我也得感觉一下，要不然都是法医，差距太大了。不行，还是什么都看不出来。这个芦苇丛我们检查了很多遍，除了芦苇就是芦苇。还有这个啊，这件外套我们也里里外外检查了很多遍，只有王涵和马思思的毛发。那他们都穿过同一件外套，有他们的毛发很正常呀。你说什么？你把你刚刚的话再说一遍。我是说。这个外套只发现了死者跟王涵的毛发，因为他们都穿过同样一件外套呀。秦明的感觉是对的啊？秦明的什么感觉？黄安，你今天每一句话都在点子上，你也是对的。啊？我也是对的。我们一家人老老实实的，哪有什么仇人啊？那马思思的妈妈呢？她有没有跟什么人有过冲突？别问我，我们一家人7、8年没跟她联系了，她的事儿我们不知道。那您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？啊，不一定是大事啊，偶尔邻居吵架也有可能是我们的线索之一。真的没有，我们一家人一向老老实实的，生怕与人起冲突。警官同志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把思思接回来？马爷爷啊，这个事儿还是得等我们这案子侦破了之后。那还要等多久啊？思思这孩子太可怜了，一想到她一个人冻在冰冷冷的太平间里，我们2个老的晚上都睡不着觉。是啊。爷爷奶奶，我们一定会尽快给你们个交代。我们相信警察同志，谢谢你们。马爷爷，别伤心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好，谢谢，保重保重，谢谢。留步吧，爷爷。哎，爷爷，这礼品是邻居送的吗？可能吧。可能？不知道是谁放在我们家门口。也没留名字，送礼不留名，挺奇怪的。走。妈，你怎么穿着这件衣服啊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做了个噩梦。是不是很可怕的梦？不可怕，就是让我挺不舒服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儿呢，
有一个习俗，说摸摸头做噩梦就没事了。其实不摸也会好的。你做噩梦是不是跟眼前的案子有关系？可能有关系，可能也没关系。那就是你对案子太投入了，所以才会做噩梦吧？你也发现我太投入了，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对这个案子这么投入。你从马思思的身上找到了共情感，你觉得你和马思思一样，都是寻找母亲的人。马思思寻找的是自己从未拥有过的，不过你找的是你自己丢失的记忆。所以你看到马思思的母亲陈美娟是那样冷酷无情的人，你就会愤怒。所以你说的那个摸摸头就没那么难受了，是真的假的？嗯。哦，对了，你来这儿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差点忘了，我知道我们漏掉什么了。你说。龙帆市炼钢厂外面那片芦苇地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，它不像这儿，它没有万家灯火，也没有霓虹灯广告牌，所以我们上次搜证的时候就发现，只要太阳一下山，在没有灯光的照耀下，如果不是面对面的话，是不是根本就看不清对方的脸？对啊，你说的没错，怪不得我会做这个奇怪的梦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刚刚做梦一直在找我妈妈。然后我看见一个穿着黄色外套的女人，我不停在追她，结果她一回头，却发现她没有脸。会不会凶手和我一样，都是被外套所误导了？其实他真正的目标根本就不是马思思。对，在看不清对方脸的情况下，又只能靠衣服来识别，那么凶手的目标很有可能就不是马思思，而是王涵。没错，我们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李队，希望对他们有帮助。走吧。孙继生好，老板，哎，来了，来两瓶水。哎，好嘞。魏老板，你们这礼盒卖的怎么样啊？我们的礼盒一直卖的不错呀，毕竟啊，我们是这附近比较高档的礼品店。老板，我们是警察，啊，您别紧张，我们随便问一下啊，您这个监控录像一般保存多少天？不好意思，警官，我们的监控啊坏了好几天了，这不一直忙嘛，就没来得及修。啊，那你还能记得这2天都谁在你这买过礼品盒吗？我是刚回来，这个呀得问我儿子，他出去办事去了，估计2个多小时就能回来。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刚看到一个人，应该是附近的住户吧。本想随便问2句来着，但结果一转眼就不见了，走得也太快了。行吧，咱们先回支队。老板说他儿子一会儿回来，不行回来问问他儿子。哎，李队，老赵，法医这边刚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侦破方案，虽然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，但我觉得有可行性。你那个好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。年轻人脑子是活泛啊，不过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经验也不差。如果他想法要是正确的话，那证明我今天的猜想，有可能就是至关重要的线索。走，先回支队。好。王家一家3口，这个王涵和他的母亲徐慧，这2个人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。他妈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，他这个爸爸王阔当年做生意可是得罪了不少人呢。哎呀，本来以为案件有了新的方向，就有了新的进展，这谁能想到啊？这个王阔仇人这么多，想杀他的人都能排到明年去了，简直毫无头绪。也不是毫无头绪。2年前，王阔他们公司因为一个地产项目出了问题，工程烂尾了，
拖欠了200多个工人1年的工资没给，当时有很多工人去讨薪，你看，在他们要钱的时候拉的横幅。在工地里起早贪黑，干1年高危的工作，还不给他工资，我看呀，这200多个人都有杀他的动机。喂，老板。好。礼品店老板的儿子回来了。我们这种礼盒呢，平时卖的挺好的，就是价格稍微贵了点，但拿出去有面子。那平时有没有人说买这种礼盒当白事礼送人，或者是行为和举止很奇怪的人买这种礼盒？倒没人提白事礼，不过那种平时绝对不会买这种东西的人来买，算不算行为奇怪啊？算。是谁？街坊强哥，他就住在这后头。那说来也奇怪，平常吧，他从来都没进来过，但是那天突然跑进来说要买礼盒，而且这付款的时候啊还很爽快，我还以为他有什么门路搞到钱了呢。强哥，那您知道强哥的全名叫什么吗？哎呦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这平时这邻居都是强哥强哥的叫着，我也没特意问他全名叫什么。那他的长相特征是什么？苦瓜脸，平时呢很少笑，个子呢也不是很高，皮肤挺黑的，看起来大概有40岁左右吧。不过他这两边的头发可都白了，我看呢，肯定是喝酒喝的。谢谢您啊，没事。走吧。大哥，打扰了，跟您打听点事儿啊。您认不认识一个叫强哥的人？个子不高，有点微胖，这个鬓角还有点泛白。哦，是葛强吧？对，他家就在那平房那里。好嘞，谢谢你啊。有人吗？你找谁？你好，我来找强哥葛强。你找我爸干嘛？他今天没来，我找他有点事儿。他没去工地吗？今天？对呀，这工地上几天没见到他人影了，有点担心，过来看看。你进来等吧，他马上快回来了。我说小姑娘，我劝你以后啊，还是别随便让陌生人进，不安全。你不是警察吗？我在学校食堂见过你，操场上也见过，而且我看你的打扮也不像是工地上的人。我还在想会不会有警察来问我马思思的事情，结果你就真来了。你是来问我那件事情的吧？算是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爸他经常打鲜鱼回来，然后腌成咸鱼拿出去卖，所以我们家就总是有一股臭味儿。没事。哎，你看是这个吗？根据这个伤痕，我们可以判断出凶手使用的是一个直径1.6厘米左右的3股麻绳，就是这个绳子。那你之前在尸体上发现的鱼腥味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？
这一样的绳子，再加上死者身上的鱼腥味儿，这纯属巧合的可能性太小。这个是什么结呀？如果葛强之前从事的是海员的工作，那这一切就好解释了。这是水手专用的绳结。你先坐会儿吧。好，我谢谢。给我爸打个电话。平时这个点儿，我爸早就回来了。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也没有接。没事，我下次再来吧。谢谢你，小姑娘。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，葛强跟王涵的父亲王阔有着很深的仇恨。当年王阔的公司欠薪，葛强就是讨薪者之一。在同年，葛强的妻子因为尿毒症去世，葛强当时情绪非常低落。据他的工友说，当时他四处筹钱，拿到工钱就给他的妻子交医药费，直到他的妻子去世，他都没有讨薪成功。再后来呢，就没有人见过葛强了，葛强也没有联系过任何人。有没有可能葛强把秦桂芳的死归结到王阔头上，所以想要找他报仇，向王涵动手报复王阔呢？他妻子都死2年了，他怎么现在才想起来杀人呢？能不能是什么事儿刺激到他了？李队，这个就是刺激源。就这个，帮我看看什么药？这是强鸦片类的镇痛药，看这个包装呢，应该是正规医院开的。但是这种药一般都是开给临终关怀的病人，就比如癌症晚期，只能用姑息疗法治疗，生命应该只剩下几个月，甚至是几个星期的时间。我查过了，葛强得了肝癌，晚期。妻子死之后，他一直心情抑郁，长期酗酒，可是家境贫困，所以只能喝一些劣质的酒，得肝癌，不奇怪。会不会他把自己妻子的死和自己得肝癌全归到这个王阔头上了？那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说得通了，他有足够的杀人动机啊。癌症晚期的葛强身体虚弱，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作案时机。好不容易等到王涵有机会跑到荒郊野外，想趁着天色灰暗作案。却不想误杀了马思思。